男人因为没老婆，他的裤腰带就被上了一把锁，同时右手也被铐在了身后，刷牙、洗脸、上厕所，甚至脱衣服、睡觉都只能用左手。要是期间胆敢用右手，就会被强行按在电烤箱里，让他再也干不了坏事儿。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单身狗明白，一个人的生活有多糟。在未来世界，单身就是犯罪。不过他的惩罚不是蹲监狱，而是被送到一所配对酒店。在这里有吃不完的大餐、泡不凉的温泉，还有数不尽的单身男女。只要来到这里，就必须在45天内给自己找个结婚对象，不然就会变成动物。至于变成什么，倒是可以自己选择。比如这条狗就是阿伟的真单身狗哥哥，而阿伟则是被妻子抛弃，离婚后才来到了这里。登记时，他选择成为的动物是龙虾，因为他觉得龙虾是蓝血贵族，不仅活得久，繁衍能力还超强。入住的第一天，阿伟站在窗边，看到了一排尸体，这些尸体就是不想配对，也不想变成动物，然后逃到森林里被猎杀的独身者。而单身者每猎杀一个独身者，变成动物的期限就会晚1天。可几天下来，阿伟却颗粒无收，他还是对同类下不了手。为了不变龙虾，他开始在酒店物色妹子，但酒店有个规定，找到的对象必须和自己有相同特征，比如都近视，都有11根手指，或者都喜欢给视频点赞评论。阿伟很快就相中了一个长发美女，还邀请了对方跳舞，可她的特征是爱流鼻血，两人毫无共同点，阿伟只好失望而归。可没想到，跟他一样找不到对象的胡子男却说自己明天就能脱单了。第二天，他在泳池里找到鼻血妹，然后故意上前搭讪，聊着聊着，他的鼻血就狂流不止。这下两人有了共同特征，配对也就成功了。酒店经理立马为他们举办了庆祝仪式，只要再经过1个月的考核期，他们就能回到城市生活。为了促进二人的感情，酒店还免费送了他们一个孩子。当晚，胡子男找到阿伟，二话没说，直接冲着桌子撞了2下，极为截胡道歉，也是告诉阿伟，在这个地方老实人是脱不了单的，想要不变动物就得不择手段。阿伟瞬间悟了，第二天就盯上一个短发女，此人相当冷漠，他已经在酒店住了有大半年，没变成动物的原因是他已经猎杀了190多个独身者，而阿伟故作冷漠，尝试着接近对方。刚好旁边有个女人跳楼，阿伟淡定地说，他的哀嚎声真难听，搞得我午休都睡不好。谁知女人更冷漠。I can't hear you with all the screaming. We'll talk some other time when it's quieter. 阿伟只好悻悻地离开，可他并没打算放弃。看到短发女在泡温泉，他直接钻进人家的池子里，但一句话也不说。没多久，短发女被樱桃卡住了喉咙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阿伟见状一脸冷漠，装作啥也没看见。他果然赌对了，短发女就是在考验他。I think we are a match. Yes, I think so too. 二人就这样配对成功。新婚之夜谁也没说话。第二天遛弯时遇到了胡子男一家3口，小女孩上前打招呼，而阿伟为了装冷漠，一脚踢开了她，演的那叫毫无破绽。可长时间戴着面具，总有露馅的一天，才同居了1星期，短发女就发现他身体不太老实，于是在一个清晨杀死了阿伟的狗哥。阿伟表面说着无所谓，但还是不由自主的挑向了他腿上的血。来到卫生间，看到狗哥尸体的那一刻，阿伟再也绷不住，哭出了声。而短发女进来就是一巴掌，然后拉着他就要去找经理，举报他为脱单撒谎。为了不变动物，阿伟趁短发女不注意，对着他就是一记重拳，然后直接开溜。短发女在找他的途中遇到了服务员指路，没想到短发女刚走远，服务员就敲响了身边的房门。阿伟举着麻醉枪走出，直接射晕了短发女。他决定为狗哥报仇。在服务员的帮助下，短发女被他们抬到了变形室门口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服务员让阿伟也给了自己一枪。接着阿伟将短发女拖进去，变成了一头倔强的驴。随后阿伟逃出酒店，来到了森林深处。在这里他遇到了独身者联盟，而刚刚的服务员就是联盟里的内应，所以才帮助阿伟逃跑。这个女人是他们的首领，比刚才的短发女还冷酷无情，因为在她的规定下，任何人不可以谈恋爱，就连调情也不行。这小伙就是因为和女人暧昧，然后被割掉了嘴唇，甚至严重的还被切掉了腿上的胡萝卜。可就是在这么土猛的惩罚下，阿伟却遇到了真正的爱人。在一次酒店猎杀中，女人帮助阿伟杀害了单身者。后来阿伟发现他们都是近视眼，有着相同的特征，并且跟着首领去城市购买物资时，他们也都是假扮情侣。一来二去，他们都对彼此产生了爱意，身边多了个贴心人，确实比单身生活好太多。这天，独身者联盟凑够了武器，终于要对酒店发起反击。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挑拨那些情侣之间的关系。阿伟的任务是戳穿胡子男，他告诉鼻血妹，胡子男流鼻血是装的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得知真相的鼻血妹没有责怪胡子男，反而给了阿伟一个大逼斗，还让他立马滚蛋。阿伟这才明白，他们两个相爱是假，为了不变成动物，苟活才是真。另一边，首领带着女人绑架了酒店经理，让丈夫在自己和妻子之间做选择。前一秒丈夫还信誓旦旦地说爱妻子，下一秒枪抵在头上立马怂了，结果手枪直接扣动了扳机。
首领笑了，他就是要揭开这些情侣之间虚伪的面纱。行动大获成功，众人在森林里蹦起了野堤。第二天，阿伟和女人研究了一套特殊手语，以这种方式互诉衷情。可时间一长，手语已经满足不了他们躁动的心，于是便决定偷偷前往配对中心结婚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谁知女人有个写日记的习惯，并且还被首领发现了。首领带着她来到眼科医院，女人本以为是给她做近视手术，可等她从手术台上下来，才发现自己啥也看不见了，没有了相同特征。女人很害怕阿伟会抛弃自己，但阿伟并没那样做，反而努力寻找着其他相同点。可除了近视，他们身上再无一点相似之处，实在没了办法。煎熬数日的阿伟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和女人在一起。没有特征，那就造个特征。他趁着首领熟睡，先是把他砸晕，然后绑起来，扔到了提前挖好的大坑里。一群恶狗闻着气味纷纷跑了过来，而此时阿伟已经换上西装，带着女人逃到了城市里。他们来到一所餐厅，阿伟向服务员要了一副刀叉，独自一人来到厕所。只见他往嘴里塞满厕纸，缓缓将刀子伸向了自己的眼睛。为了和女人在一起，他想要弄瞎自己。而外面的女人面对倒水的服务员，竟然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将头扭向了窗外。电影到这儿也就戛然而止，没人知道阿伟有没有下手，也没人知道女人是否真的瞎。不过结局无非也就3种：第一，阿伟戳瞎双眼，和女人去了酒店；第二，女人根本没瞎，反而首领帮他治好了近视。因为首领坚信这世上没有真爱，从他用空枪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享受的是情侣们的心思，而不是人亡。第三，阿伟没有勇气弄瞎自己，但又不能回孤身者联盟，只能回到酒店接受变成动物的命运。阿伟曾说过想要变成龙虾，而影片最后插播的也是海浪的声音，答案也许就藏在这里。不过像这种开放式结局，最后的故事走向到底如何，还是在观众们的心里呀。